服饰从缘起到各时代多样丰富的发展，绝不只是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器物，它既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创造的物质条件，又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精神表现。汉服即汉民族传统服饰，作为中国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从政治经济到审美文化各方面的综合体现。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其辉煌震撼的艺术形象，随着人民的社会生活变迁，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血脉与象征，为世界服饰艺术的开拓发挥出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汉服的起源，汉族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作为历史的范畴，与种族有着不同的内质。种族是以体质为恒定标准的，通过皮肤颜色、骨骼体价来区分各族众差别。一个种族可以分为数个民族，一个民族同时又可以包含数个种族。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的解释是：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念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在很大程度上，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呼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和民族意识，或者说，当一个共同体内部有了一种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这个共同体就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了。伍雄武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归属感新论》中，对民族的概念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民族概念是关于文化主体和国家主体的概念。民族是一个社会实体，但是这实体不过是人们相互关系的一个纽结，其内部与外部都由各种关系构成，由此它也就是一个系统。民族概念是一个系统概念。从民族的凝聚与认同来看，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是灵魂。由此可见，民族是指具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风俗、共同的语言等各种客观条件的综合体，是由共同的文化意识及心理素质的人而产生的团结集团。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汉族作为其主体民族，不仅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并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民族，同时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古老民族之一。这是一张中国古代朝代表。汉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汉族的称谓也是在刘邦称霸天下、建立汉朝之后才有的。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原地区以诸夏部族为主的中原民族，以及之后扩展的蛮夷、戎狄之间经过激烈的战争，相互通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逐渐融汇交合。到了春秋末期，在黄河流域逐步诞生出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就是汉族的前身。有关华夏二字最早的记载是在《左传》襄公26年中，孔颖达书：“华夏之中国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因此，说文曰：华，戎也；夏，中国之人也。中华的华指的是华夏民族，从而华夏一词也被冠以中国的代称。由于历史发展的庞杂原因，华夏族先后又形成了南以楚、北以赵、燕、东以齐。西以秦为代表的4大支系自持一地，争霸各方。由此可以看出，汉族的前身亦华夏族是一个由多血统、多支系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不断融汇产生的民族。由于华夏族在秦王朝得到了统一，故这一族称也曾一度被西域各国称之为秦人。随着秦汉的统一与一系列稳定措施的推行，以及后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思想文化的融合，使得华夏民族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在大一统的指导方针下，更加稳固坚实地成为一个共同体，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搭建了有力平台，使之在世界民族之林开始生根发芽。汉取秦后，各胡夷部落、四域各国在与汉王朝交往战争中，逐渐开始称汉境之内的人为汉人、汉兵、汉使等。经过西汉到东汉400年的发展，
汉族一词便替代华夏族，成为当时汉晋主导民族的统称。吕思勉先生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吕振宇却认为，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不论怎样，可以看出汉族这一称谓从此成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族称，并一直沿用至今。1.2 服饰起源，前面已经提到，在汉服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服饰的存在，所以在研究汉服相关内容的同时，首先应该了解中华服饰的起源问题，因为有了前面的积淀，才有后面汉服一经确立就具备非常完备之服制体系。中华服饰文化缘起的探讨与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外服饰文化研究者所关注的内容。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服饰的护身说、服饰的爱美说、服饰的劳动说等等，这些说法都能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资料中找到佐证。由于中华服饰文化缘起时民族尚未形成，所以在这一时期是没有民族之分的。服饰本身的形成是在人类原始思维及文化共性的推动下，经过非常综合、多方位因素相互连带而产生的，并不能因为某一个单一因素构成中华服饰文化。因此不能将某些现象独立化、个体化，应该整体、全面地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华服饰文化的缘起主要由人体防护说和人体装饰说两方面的因素构成，其中，人体防护说又分为气候适应说和身体保护说两方面的内容，人体装饰说又分为崇拜说和吸引说两方面。在下一期视频中，我们将具体向大家解释这两种假说。谢谢观看。